好，回到节目，继续来关心的是，最近看到路透报道说呢，川普政府已经开放美国企业向委内瑞拉提供石油增产所需要的设备，还有相关的技术啊。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也发布了通用许可，允许提供美国货品、技术、软体和服务，用来作为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与天然气探勘之用，或者是开发，或者是生产。全球最大的油田服务公司施兰普跟油田服务巨头哈里伯顿可以前往委内瑞拉协助油气开采的作业，但是呢，有一个禁令啊，就是不允许涉及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还有中国大陆这些实体交易，一般只适用于美国公司。那也听到了，美国能源部长甚至表示啊，中国已经购买了由美方政府所出售的部分委内瑞拉原油，意思就是呢，这个现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如何的卖，这个议价定价是由美国来决定。那中国大陆呢，也已经向美方买了这委内瑞拉的石油。怎么看这一轮中美在委内瑞拉石油、天然气的新角力？目前短期之内，在这个 Venezuela 这个石油的相关的行业，不管是设备方面或出售方面等等，都是美国决定就算了。所以这个决定权目前都是在美国的手上。那川普常常强调，他这样做是为了 Venezuela 好。为了把这个钱还给人民看看以后到底会多少，因为这个相关的设备必须需要很多投资了，因为很多设备老旧了，没有维修等等的情况。那看看多少投资会进来然后出售量到底会是多少？这个国家能赚进多少钱？看看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是美国偷走他们的石油，并不是。没有，你讲到这种点啊，赚进来到委内瑞拉的钱，就有没有实际去应用，或者是分享给委内瑞拉的人民，这才是观察重点啊。是对，但是其他的国家，不管是中国大陆或其他的国家，他们买或卖的话，那他们就是看市场情况。行价等等，对不对？他们不是因为美国在控管 Venezuela 的石油就去买，对不对？他们没有这个动机了，他们没有因为美国在控管必须要去买美国帮忙帮 Venezuela 出售的这个石油，所以其他的国家还是会看国际油价情况等等，他们也有其他的选择，对不对？尤其是中东。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川普虽然目前在控管 Venezuela 的石油，但是川普也是希望5·2赶快达成一个和平共识，对不对？那如果真的达成共识的话，俄罗斯也回来国际市场，这个是其他的国家也知道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定价现在是美国在决定嘛，对不对？那所以中方也就按照美方所定出的价格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但是没有人逼他们买，他们可以买中东的，没有必要。就是你讲的，他们也会比价，到处去比价。对，好，那可是他们会只甘于说，像美国天真的想是，你们就只是石油的消费者，你们是顾客，我定什么样的价格，你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去买。不会有其他之后的一些相关的反制或者因应吗？除了找其他的卖方，还有没有别招？我觉得其实对中国来说是小事情我今天买一点点的 Venezuela 石油，贵了一点没关系，是不是？没关系，他们是看那天那个买方是进口商，他们看到有一个 good deal， 那有一个好机会，那天有好机会，那我那天就买这个 Venezuela 的石油。我觉得在这个中美关系或中美贸易关系，对，这个是小事情。买卖就是这么一回事，是这样。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商业的运作是一回事情啊。这怎么说？就是美国其实制裁委内瑞拉应该2005年就开始，但是它开始禁运石油大概是2019年的事情，那也就是离现在大概7年的时间。那中国大陆就看到商机嘛，因为你被制裁以后，第一个没有其他国家敢买。
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的石油价格一定会比较差。好，那所以中国大陆在过去的7年里面是大举入侵委内瑞拉，它对委内瑞拉的石油的投资额就变得很高哦。那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委内瑞拉主要出口的是重油，也就是说它可以做的是比如说像，当然它可以分离出汽油、柴油，但是更重要是沥青啊这些东西。那所以中国大陆就中石化啊，这个中石油，他们就投入了蛮大的资本。过去媒体有报道大概600亿美元的时间，就过去10年，但是比较密集的可能是在过去7年的时间。那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买不买委内瑞拉石油真的不是重点。就像 Ross 讲的，它其实委内瑞拉进口到中国大陆石油大概份额只占4%到4.5%左右，所以这个额度大概一日是47万桶哦。这个其实占中国大陆整个消耗量并不是无可取代的。对，所以我觉得买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原本投资在美国，因为我就看到美国现在真的非常聪明，他第一件事情叫委内瑞拉国会修法，把这个原本由国营来控制的石油公司生产，它变成是民营化，民营化其他国家就可以投资。那谁可以来投资？其实美国排除了刚刚主持人谈到这几个国家嘛，那剩下来大概就是美国可以去投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它的问题可能是竞争会发生在投资的项目上面，而不是在购买的这个方向。那接下来就这个也许对中美来讲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啦。但是我觉得现有的中石油跟中石化他们在这边的利益，也许要怎么样继续维持下去，这个可能会是中方会向美方提出的一个讨论的议题。其实大国竞争啊，能源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尤其接下来大家知道是 AI 的时代，是 AI 的需求的电力需求是非常强的，所以呢，路透社也报道说，美国核融合能源企业呢，先前跟能源部的官员会面，呼吁政府呢在新成立的核融合办公室架构下呢，把部分被撤回的再生能源还有氢能补助资金转向核融合研发，预计呢投入每年的金额至少要10亿美元以上。那 AI 呢会带动全球电力的需求快速上升。那美国绿能的这个补助政策转向呢，新型核能技术包括 SMR 小型模组化的反应器，还有核燃料再处理与核融合等相关呢，会重新成为各国能源布局的方向。另外就是美国核融合协会他们的执行长也说，现在正好就是美国大幅投资的时机，那年度拨款呢应该要超过10亿美元，并且搭配一次性的基础建设投资。其实谈到钱就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军售也是一样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的，所以呢我需要钱，所以呢赶快编列预算给我。但是骆总怎么看这个美国对于核融合发展的这个大计划？没错，的确5年内是看这个 SMR 就是这个反应单一模组化的这个反应炉，那10年之内就要看核融合，因为 SMR 现在已经非常的看起来能够商业运转了，所以美国现在积极的投资，那核融合呢还需要一段时间，那当然美国有一个研究机构已经也有一个研发的成果，而且不断在进化，所以这个是有可参考的，预计在2035年到2040年能够实现。那 SMR 的话，应该2030年以前就可以实现。但是美国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了，就是美国的优势就是它是用商业化的方式来这个制造着核的反应炉，来产生核能的电力，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像中国，它可能都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做，那不是美国是，你看微软，它去跟那个 Helium， 它去直接跟它订那个 PPA， 我2028年你要卖我多少的电，而且是核电。是这样的。那 Google 也是，它也跟那个Commonwealth 的 Fusion Systems 公司，也是跟他签一个核的一个契约 ，SMR 的契约。所以你在2030年你要卖多少电给我？所以它是有商业化，所以它会很积极，而且积极把它促成。那当然，美国虽然占有优势，但是它也有一些问题啊，因为它长期以来它的电网很老化，然后地区化呢也常常缺电。对，你在什么地区，就这里缺电，那它是不是能够互相的连通？美国的这个电力公司又是不同的私人企业，它能不能互相联动，这个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啊。所以那再加上它的再生能源不稳定，那川普也非常讨厌再生能源，所以这就是他在电力运送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当然我们知道刚刚讲的没有错 ，AI 的发展尽头就是算力，那现在已经转成了 AI 的发展尽头就是电力了。对，
一个1 Giga 的这个电力可以足够维持我们云林、嘉义、屏东这3个县市一整年的用电量。对，你想想看，这个就是相当大。那1 Giga， 那现在很多 AI 的预算一下就会到达1 Giga 了，是，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对，刚刚陆老师提到算力及电力哈，就是未来的电力需求会因为 AI 的快速发展，它会非常的有很大的需要。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建制啊，那问题是这个需要时间的，当然也需要非常大的预算了。陆老师怎么看呢？因为美国在基建这个部分常常会，就是向来都被很多外界诟病啊。川普他非常反对绿能，这个很明显。但是他看其他的 new idea， 像不管是fusion 或SMR 等等，他蛮有兴趣的。而且很明显，他希望他可以就是在历史定位可以被认定他是什么 SMR 的教父，或是 fusion 的教父，创建者之类的。对，他希望以后他是这样，绿能不要，他真的是很不要。不管是离岸风电或solar 等等啊，他真的是没有兴趣。那你怎么看？刚刚陆老师提到说，其实中美两强都知道能源的重要性，也都知道，比如说核能这一块，特别是核能的，但是一个是从民间，一个是请国家之力，这两者的不同。但是美国也已经是转变了，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已经有共识，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美国政府、联邦政府是直接投资。但是另外一个好大的问题，坦白说了，以前如果回头看20年前左右，那很多中国人或印度人会去美国念硕士、博士，留下来工作，过几年有永久居留，再过几年是变成美国公民。但是现在美国也不是很欢迎这些人才来美国念书了，或者留下来工作。那人才真的是一个问题。如果美国要继续在这块发展的话，人才的确是一个问题。对，你也讲到一个重点，除了硬体这些基础建设非常重要跟关键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负责研发跟持续让这个技术不断进步的人才软体。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时间很快啊，在这个月2月24号呢，俄乌战争就要满4周年了。这个礼拜，俄乌的局势有一个惊人的发展啊，就是《金融时报》报道说呢，华府正在向基辅方面呢施加庞大的压力，主要呢是美国的特使 Witkoff 跟川普的女婿 Kushner， 那么他们领军之下呢，要求乌克兰方面必须在5月15号这天以前完成投票。不只是大选，也要包括了公民投票。那否则，美方承诺的安全保障恐怕就要落空了。乌克兰方面则强调呢，为了确保公投的公正性，投票期间必须要全面停火。那也坚持呢，在美国还有伙伴国家的安全保障到位之前，不会达成任何协议。这感觉好像就是现在入到一个无限循环，就是那是你的问题，然后你说是我的问题哈，就两个鸡生蛋，蛋生鸡。那基辅智库的这个 Opera 的董事会主席，那叫做艾瓦佐夫斯卡，他指出，他说如果要举行大选，可是选务工作呢最少还要6个月的时间。如果又没有停火，俄罗斯呢更可能用无人机这些手段来干扰投票，威胁各地的投票所。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也可以举行选举啊，可是呢，这个万一这个无人机又来攻击我们，在这个战火之下，投票一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回到了蛋生鸡，鸡生蛋，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可是现在美国已经下通牒了，就告诉你，还定出了这个时间，5月15号以前，基辅扛得住吗？难，真的很难。所以就是按照美国设定的日期，得开始筹办选举投票的相关事情。或许会拖几个月了，但是不得不在短期之内。那所谓的短期之内是半年或是3个月或半年左右的时间，
目前是不知道。但是美国的意思是你 Zelensky 你不能一直向我们说你这个公投或大选是要拖到8个月或10个月之后，甚至需要1年时间，明年初才能办。对，这个是美国根本不接受。因为现在川普会担心的，其实就还是他的期中选举吧。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期中选举没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期中选举是谁会掌控参议员或众议员，不是靠乌克兰乌俄战争这个议题，而是应该是生活费经济相关的经济国内议题为主了。但是川普因为他个人的因素，因为他从竞选到上任，他说这个问题我1天之内会解决，面子挂不住的。对，那已经是1年多了，而且对川普要这样公平一点，其实他本来也不用那么在乎这个议题，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他是愿意投入他自己的，算是英文是叫做 political capital， 但是他个人的政治资本，对，说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要当这个 peacemaker， 我要当这个调停人。他愿意这样做，对我真的觉得我们还是要支持他，他愿意解决这个战争了。但是他很明显，对川普来说有一个重点。乌克兰，你真的要接受你部分国土领土是割让给俄罗斯，不管是你总统说的就算，或你经过公民投票，你这部分你一定要短期之内接受。可是如果时间到了没发生怎么办？你觉得美国会向 Zelensky 施压，要就没有安全保障喽？就这样子？那 Zelensky 就会下台。OK， 我真的觉得 Zelensky 的时间可能是已经是进入最后一段，所以你才刚刚说，乌克兰这边基辅方面要抵抗很难，扛不住这样的压力。那究竟各方的底线思维是什么？比如说从俄罗斯、从乌克兰，还有包括美国跟欧洲4方的底线思维，等一下请马老师带我们来了解哈。那也来看因为乌克兰这边呢，泽连斯基就强烈指控说，俄罗斯先前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超过400架无人机，还有40多枚的飞弹，来锁定了电网、发电厂还有配电站这些关键基础设施来进行轰炸。谈判最大的障碍，目前大家一致看也包括了东部的顿巴斯，那它的去留问题。俄罗斯方面要求掌控整个顿巴斯，可是乌克兰目前仍然控制其中大约有5180平方公里的土地虽然说，基辅对于这个非军事区或者是自由贸易区这些方案是持开放态度，但是摆明了底线其实就是拒绝割让领土。好，所以普丁现在这边呢，则是表明顿巴斯他要定了，还有包括呢扎波罗热核电厂通通都拿下来。这个也是俄罗斯的底线嘛，所以从各方的底线怎么去看现在这个俄乌的战事？是，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在领土的问题啦，就是说现在顿巴斯俄军所占，就是其实美方的意见就是说，那就以现状嘛，现状就维持，然后设一个这个非军事区，让两边隔开来，不要有军事冲突，就可以和平。但是乌克兰最新的民调出来，大概可以支持领土变更，大概是40%，这40%是比过去多，但是你要想，大概还有5-6成的人是反对的，所以泽连斯基在让领土这件事情上压力非常的大。那要让还有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你的非武装区谁去监督？到底是那如果动武的话，谁来惩罚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非常难谈妥不过看起来川普应该是非常的急切就是这个5月15号已经射出来，他看起来他的盘算是这个协议出来以后，在泽连斯基下台以后，让乌克兰有个公投去追认这个和平协议的这个合法性这个感觉上川普的布局是这样，但是在大年初一，就2月17号，美俄乌3方他们会再会谈。那这一轮，因为上一轮的会谈双方释出善意，主要是314名的这个等于俘虏交换。那我觉得双方有感觉上有意愿要和缓这个现在乌俄战争或暂停
这一场战事。但是真的就是恐怕不是这个扎波罗热的几个电厂的问题啊。这个电厂曾经是欧洲最大的核能电厂，它里面有六座的这个反应炉，我们的核3厂2座，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规模是很大。但是我觉得那都地上物反而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它这个领土划界还有安全的确保，谁去 guarantee？ 所以现在变成是美方也在为泽伦斯基找一个看能不能。其实美方从川普上来以后，他态度就很明显嘛，就是说泽伦斯基你不要再吵了，就是反正就是现状，你也不用再争，你也要不回来，要下去大家都两败俱伤，所以听我的，就停下来，至少我们可以保障人命嘛。对，所以看起来就像刚 Ross 讲，就是他的确美方是想叫泽伦斯基吞下去，但是泽伦斯基有名义上的压力啊，所以也许说不定改选之后，说不定是个契机，因为新的候选人新的当选者，他不见得需要就是像泽伦斯基这么坚持。泽伦斯基有这个内部的压力，对，他是过去一直坚持要对抗这个路线，他不可能翻盘嘛，所以也许说不定换是一个契机，但是能不能换基辅也没有松口，他会不会选举，所以这都是未来的变数。好，泽伦斯基也透露说啊，根据他们所掌握到的情资啊，显示说美俄双方呢正在针对一项价值高达12兆美元啊，折合台币大概是379兆啊，这个双边的经济协议架构在进行讨论中。那这份呢被称为是德米崔耶夫包裹的方案呢，涉及了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有长期经济合作。当然，这个媒体也报道，包括说以美元计价的这件事情啊，就是重新有被讨论了。那来源是这个《华盛顿邮报》，他说这项计划呢是以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直接投资基金的这个执行长普丁的亲信，叫做德米崔耶夫来命名的。好，那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美俄双方现在当然透露说这样的一个计划正在讨论，可是归根究底的还是在估量双方各自可以拿到什么样的经济利益，这个部分怎么看？对俄罗斯来讲，它因为被美国 G7、欧盟还有澳洲，有个 REPO 这个冻结了它2800亿到3000亿美金的这个资金，对他来讲最大利益就是这个资金能够解冻，能够让它归还它，而且它可以做充分的利用。那为什么是德米崔耶夫呢？因为他是这个主权基金的操办人，他是这个 CEO，所以这个金额我是有点质疑啦，有没有金额到这么大？因为总共也只有2800到3000亿，那即使要去投资，看起来也应该不会到达这样的金额了。对，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解除制裁的话，那俄罗斯的经济就可以翻好几番，它也可以重新活络起来了。这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跟欧洲、跟美国做很多的贸易上的生意。对美国来讲，那这样的架构是什么意义呢？它除了能够解决俄乌战争，把它停战以后，它可以在停战以后，美国抢先机，可以在跟俄罗斯从事能源、工业方面的合作，让美国的企业能够抢到先机。这是对美国来讲，应该是它的这个所附带